不过我告诉你啊，有能耐的人在哪儿都有能耐。你即便把它打回原形，把它埋到土里，它一定还会东山再起。这我信，你有这个能力，所以你应该好好犒劳一下你自己，给了自己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等等，我还有个条件。我听听。你不希望你的丈夫，前夫，去做老板？有样东西在你的律师手上，我的条件是，不管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把东西交出去。笑话，他们怎么会听我的？他们当然听你的，他们是你的律师，代理你的事儿，不就是为了挣钱吗？多给他们点钱。怎么了？我给了你那么多钱，10几个亿，你不会连这点钱都不出吧？OK，我答应你。但是你现在就得告诉我，他们手里到底拿着什么证据？田总，这有茶和苏打水，您看喝哪个？哎呦，都行，谢谢。给您切水果。哇，手艺一般啊，胜利班师。田总，您这底价5000万，我们给您谈到了3000万。是啊，真是没想到，你们真太厉害了，谢谢。我们帮您拟的离婚协议您看了吗？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吗？啊，我看了，我觉得挺好的，没有什么要修改的。啊，那我们就尽快跟对方签了吧。哦，对了，田总，那剩下的代理费，你要尽快交到我们所里的账上啊。啊，那是一定的呀。但是我有个条件。啊，您说。你们手里边有杨伟达强奸那个女孩的证据，我需要你们把它交给我，不能拿出来使用，也不能给当事人。田总，咱们签的这个代理是协议离婚，和别人没关系。跟别人没关系，跟我有关系。如果杨伟达知道他有一天可能会成为强奸犯，那我提的任何要求他都不会答应的。所以我们才建议您抓紧时间和他离婚啊。跟你们透底吧，杨伟达知道你们手里有证据，所以这是他跟我提出来的条件，我要把它拿到手里。田总，我们无权把这个证据交给您，也不能向您保证不使用它。如果我们藏匿或者销毁证据，那可是犯罪，我们不可能那么做的。真的不可能吗？让我分析一下啊。你们既然手里边有证据，为什么不第一时间给夏小姐，反倒过来催我赶紧离婚？为什么呀？不就是要挣钱吗？挣钱又不丢人，既然想挣钱，那就挣大钱。你们开个价吧。田总，您怎么还是不明白呢？一个东西已经在这个世上存在了，它就不可能被彻底销毁。就算我们不说，也会有别人说的。如果别人说，我再去找别人，现在不就是先解决你们吗？对不起，很遗憾，我们您是解决不掉的。咱们的代理关系还没有结束，你们真的不做吗？如果要以那件事为条件，我们宁可不做，也要把证据交给受害人。杨伟达是我们多年的合作伙伴，如果他因为这个案件进去了，我们公司的信誉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更别说他是我们的股东。我们公司现在是你们的重要客户，我希望你们能为我们公司的利益考虑。好的，杜先生，我会慎重考虑的，您放心。好，再见。
喂，方律师，有位伟达集团的杨太太要见您。让她进来吧。好的。这么快？方律师，久闻大名啊，方律师，你好。杨太太你好。我姓田，你可以叫我田总。田总你好。啊，董总应该跟您通过电话了吧？你看，我把我的离婚官司交给你们所，我也就是你们的客户了，在你们所里边，我应该也是大客户了吧？我今天来其实就一件事儿。杨伟达这个人呢，就算再不是东西，可毕竟我们是夫妻一场。更何况我们现在还没有正式离婚，所以后面的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它直接关乎于我能不能跟他顺利的离婚。更重要的是，它会影响我的利益。我知道你们手里有证据，我作为你们的客户，要求你们不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公开这个证据，不能拿出来使用。只要能让我顺利的跟他离婚，顺利的接手我们集团，我的条件也是很丰厚的。我们集团的法务我交给你们所来做，至于费用，你来提，都好商量。谢谢田总对我们律所的信任。但是，如果杨伟达涉嫌犯罪的话，我们是不能藏匿他的犯罪证据的。我现在可是你们的当事人，你们的第一任务不就是要确保我的利益吗？所以我们才对这个证据暂时保密啊。但如果这个证据存在，杨伟达是不会跟我顺利离婚的，到时候我损失的利益可就大了去了。这件事情，我会慎重考虑。就喜欢跟明白人沟通。至于年轻人嘛，不懂事儿，我可以理解。但您是大律师啊，您考虑问题应该很全面。这可是咱们双赢的事情，我希望你能好好考虑。我等你消息。好，不打扰了，回见。选择就放在了我们面前，一面是呢1年100万的顾问费进账，一面是呢一旦公开就变成了公诉案件，跟我们没关系了。怎么选？你们说怎么选？我说一句啊，打公诉案件跟我们还有什么关系啊？一没有收入，二没有名声，我们不是自己砸自己的锅吗？可我们不能藏匿犯罪证据啊。这法律并没有要求我们提供对我们当事人不利的证据啊！你们在说什么啊？这可是犯罪！钱是要挣的，正义也是要的。我们是律师，得仗义直言，总不能只看到钱吧？啊，方律师，我支持。不是你能不脱了吗？啊，所有人里雇你来让你擦地似的。你说那些合伙人会做什么决定啊？就他们那些人还用说吗？他舍命也不会舍财啊。那倒也是哈。不过你说这视频，要是一公开，就彻底变成公诉案了，那咱们就连边儿都沾不上。哎，对，咱们还不光舍了财，连追求个正义的名声都追求不到。那要不，算了，还是等他们的决定吧。他们要是决定不公开，咱们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哎，但我的意思，这事儿它明明就是发生过的，对吧？你是不是真以为你叫罗正义啊？你是不是脑子有什么大病？对，来，来，踢我！哎，等会儿，待会儿再踢啊。喂，罗云子。罗律师，门口来了几个人找你。哦，好。律师来了，你就跟他说就行了，没关系。
郭玉，这几位是？这是我找来的证人。证人？他们都曾在杨伟达公司工作过，或者杨伟达曾经去看望过他们。他们都被杨伟达骚扰过，手里都保留着证据，而且他们都关注着我那个案子，都觉得杨伟达欺人太甚，所以他们找到了我。你们手里都有证据啊？我这有他给我发的短信，您看，赤裸裸的，太不要脸了。因为他，我都不敢去公司上班。我辞职之后，他还扣了我最后1个月工资。我上大学的第2年寒假，他跑来我家慰问，就在我家的炕上。当时我爸妈还在外屋给他做饭，真的太恶心了。我这里有好多他跟我的聊天记录，我这儿还有他事后给我的道歉信。罗律师、邱律师，我们现在有这么多证人，然后也有这么多证据，那我再起诉他的话，我们可以赢了吧？秋娃，我不怕你叫我罗正义啊。看见那么多受害者，我真的没办法为了钱帮他掩盖。可是，燕子、秋华，真是气死我了！那些合伙人真不像话，我绝对支持你们。你支持我们什么呀？我们还没做决定呢。这时候还有别的选择啊？有啊，这世界上就2种选择，一种艰难的，一种容易的，看你怎么选呗。罗律、邱律、方律，请你们过去一趟。哦，好。方律，夏琳琳这次戒毒需要多长时间？需要半年。那在她戒毒出来之前，那个东西一定要保密，千万不能泄露。夏琳琳不是我们的委托人，我们也没有义务去看望她，对吧？这样，这半年时间留给杨太太，离婚足够。田总，久等了，王律师，这边坐。好。田总，我们特别希望和贵公司有长期的合作，所以呢，咱们已经达成共识了。谢谢。是这样，田总，您把离婚案交给我们所，我们一定会为您负责的。所以我们决定，在受害人出来之前，那个证据，我们绝对保密，绝对不会有第2个人从我们这里知道。所以你们的决定是不销毁？销毁证据那可是犯罪啊！田总，您看，那个女孩在戒毒所要待半年，那这半年的时间，打官司也该打完了。如果杨伟达知道他有一天可能有进去的危险，他是不会轻易跟我离婚的。他要知道他迟早会成为一个强奸犯，那你觉得性骚扰对他有威胁吗？有吗？杨太太，叫我田总。杨伟达强奸过一个女孩，他把这个女孩的一生都给毁了。您现在提出让我们销毁证据这样的要求，您不觉得过分吗？不过分。我是客户，我有权利提出要求。可我们掌握的是杨伟达的犯罪证据，跟您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我之前提醒过你，这件事情瞒不住的。就是说你们不肯做，我们不能做。OK， 没问题，这是双向的嘛。看来我是时候要考虑我的委托了。哦，还得提醒你们一下，董总的业务会跟着我一起走。1年近100万呢，不小的数目。其实方律师啊，你想过没有，杨伟达进不进监狱跟你们没什么关系吧？跟你们有关系的是1年这近100万，好吗？清醒一点。那，你作为女性，你有没有想过，被杨伟达
伤害过的那些女孩，我想得着吗？太可笑了！你让我为他们想，我告诉你，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他们应该也不是什么好货色。杨太太，请回吧。啊？杨太太，方律师刚才说的很清楚了，请回吧。你们怎么来了？哎，最近怎么样？我看你胖了，脸色也好看多了。挺好的，每天按时睡觉、起床、做操。我出去也不会再抽了。琳琳，今天我们来是想告诉你，我们掌握了当年杨伟达强奸你的证据，就是那个酒店里的监控录像。其实这个监控录像一直在你前夫王建良手里，但当时他想用这个来换钱，所以就没告诉你。如果你拿这个监控录像现在去控告杨伟达强奸，他是跑不掉的。琳琳，受苦了。酒店的监控录像所展示的内容，和你当时跟我们说的是一样的。你是被他强迫带进了房间。杨伟达这次终于要受到惩罚了。要不要我们帮你报警？要不要我们做你的民事赔偿代理人，向他要求民事赔偿？我们今天带了2份协议，如果你同意的话，就在这上面签字。我那天的那条内裤我还留着，我就想，万一要有这么一天呢？终于等到这天。董先生，您要是想解除对我们的委托，咱们现在就可以办理。但是您确定要这么做吗？杨伟达马上就要进监狱了，在这个时候，您选择和他站在一起，为他背书吗？别人将会如何评价你们企业的这种行为？你考虑过吗？方律师，真是不好意思，我也没办法呀。这都是杨伟达的老婆把我给逼的。杨伟达如果真的进去了，那我们何必与自己的律师过不去呢？是吧？要说你们那2个律师啊，真的厉害。这样吧，我决定了，继续与你们合作。那太谢谢您了。英子，当时我想放弃郭玉他们的案子，去代理杨太太的时候，你嘴上没说，心里是不是特别瞧不起我？哪有啊？我觉得你特别了不起，你居然能从杨伟达身边多了一个年轻漂亮女秘书，就能推测出背后的关系，找到杨太太。说实在的，秋华，你都能当侦探了。我一直在你面前觉得很自卑，因为哪怕你身陷泥潭也能活得很从容，我就不行。我哪怕挣了很多钱，哪怕已经衣食无忧了，哪怕卡上有好几万，
我都不敢多花1分钱。我总觉得自己被什么阴影笼罩着。我以前总用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来安慰自己。我那时候觉得，人只有解决了生计问题以后，才有资格去考虑别的。但我现在突然觉得，人对于正义、对理想、对信念的追求，其实是植根于人内心深处的。无论到什么时候，只要你静下来，你就会发现那根弦永远在那儿被拨响。淑华，这以后偏僻的地儿咱不来了，行吗？你是不是中邪了？哎，咱俩之间有一个有病就得了啊！你当那正常的行不行？你刚刚说那什么马斯什么斯洛，马什么洛？他还说我什么呀？你来跟我聊聊。请大家仔细看一下代理协议。我和秋绿愿意作为大家的代理人，向杨伟达提起民事诉讼。杨伟达及伟达基金资助了大家，也因此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但这并不代表杨伟达就拥有了侵犯他人人格和对他人实行性骚扰的权利。这种行为是不被允许的。我们将会要求杨伟达及伟达基金对大家进行公开道歉。比诉讼结果更重要的是，大家把自己的事实说出来，告诉这个社会，被骚扰的受害者没有错，仗势欺人应该付出代价。用行动去鼓励这社会上更多的像你一样的受害者。哎，郭玉小姐，现在性骚扰案件又有了新的进展，这次您有信心吗？首先，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这个案子的关心和关注。这次我们有更多的受害者愿意站出来，他们的出现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案子，并且支持我们。同时，更多的受害者愿意站出来一起指控杨伟达，这也给了我更多的信心和勇气，对性骚扰说不。虽然性骚扰案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胜诉的案例比较少，但是我相信，只要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反抗，愿意去正视这个问题，那法律就一定会给我们一个公正的结果。今天我站在这里，不单单是要为自己发声，大家也都知道，被杨伟达侵害的夏玲玲女士也已经向警方报案了。她所受到的伤害远远超过我们的理解和想象，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像关注我的案子一样关注夏玲玲。希望大家不要因为她曾经犯过的错误而失去你们公正的判断。罗律师、邱律师，听说杨伟达性侵案是你们发现的，是吗？不是我们发现的，是无数的受害者用他们的勇敢、他们的努力去揭露的。我们应该向他们致敬。罗律师、邱律师，对于法院的判决，你们有什么新的展望吗？多行不义必自毙，杨伟达是咎由自取。本案的受害人至今还在戒毒所里，你们对于民事赔偿有什么要求呢？我们的当事人受到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是他用他自己的勇敢去揭露了杨伟达，让杨伟达今天站在了被告席上。我们相信我们的当事人必将获得新生。谢谢。那对于本次案件，是不是？终于把那嚣张气焰给打下去了。哼，走。全体起立。报告审判长，庭审准备工作就绪，可以开庭。现在开庭，传被告人杨伟达到庭。被告人姓名：
杨伟达你的出生年月日，1968年7月8号。干杯！干杯！真痛快。今天是这1年里我最高兴的。但是我其实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这杨伟达只被判了5年，不过他也算是付出代价了啊。正义得到了伸张，虽然来得晚了一些。吴正义，苏律师啊，你俩不够意思呀！赢了官司怎么能不找我这个手下败将跟你们一起庆祝呢？怎么哪儿都有你啊，陈无良！我看你不应只叫陈无良，你还应该叫陈不要脸，陈没脸没皮。怎么你给我起的名字，只要是从你的嘴里说出来，我怎么听着就这么动听呢？呸！哎，别人打了败仗都会羞愧而死，你怎么还好意思在我们2个胜利者面前说这种没脸没皮的话呀？差不多行了啊！不是那时候你输了官司来骂我，我苦口婆心的开导你的时候了。没我的鞭策，你今天能赢这官司吗？啊！我谢谢你啊，这瓶啤酒我请你。就是嘛。来，咱们呀给敬陈无良律师一个。哎。我觉得吧，如果有一天你死了哈，全身哪儿都可以火化，但必须有一地儿留着，就是你那张嘴，还得腌成腊肉。哎，不过今天为什么有人在法庭上突然变成哑巴了呢？被有些人给打败了呗。不过说实话啊，这2年还没人赢过我们。哟，是吗？嗯，那你惨了，您的福气还在后头呢。我们将会一次又一次的战胜你。你觉得你有这能耐吗？有啊。那咱们就试试看。试就试试呗。好。咱再说回你的案子啊，这马上要开始了。你要求我一下呢，我可以让银行放你一马。打住啊！我就算被打死，我也不会被吓死。你放马过来。我就喜欢你这性格，我就喜欢你这小劲儿，真好啊！来吧，那就喝酒吧，你就当做大战之前的放松了。嗯，你都说大战在即了，还敢跟对方当事人喝酒呢？你快走吧，你上一个当事人已经入狱了，赶紧抱好你下一个当事人的大腿吧。想抱你大腿？臭流氓！九啊，师傅，你干嘛呀？我这么疼你，你怎么感谢我呀？您是我师傅。可师傅也是一个正常的男人，也是有感情的呀。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开始的？从我到他身边工作的第2个月就开始了。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都有心不干了，但我的选择不多。后来我就留了个心眼儿，录下了这些音，留下这些证据。韩日通真是狗改不了吃屎。秋华，你打算怎么办？我们可以拿这去报案，让他起码得到行政处罚。都是一个律所的同事，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方律，过的人是他吧？我是为秋华考虑，真的要闹得天下人皆知吗？方律，我犹豫了很久，我今天终于鼓起勇气站在您面前，我就是做好各种准备来的。秋华，我知道你受了很大的委屈，作为所里的负责人，我应该及时的发现和阻止的，这是我的失职。但是秋华，你作为咱们所的律师，应该为律所的声誉想一下。如果这件事情闹出去，
良城所的合伙人性骚扰手下律师，丢人的不仅仅是他，咱们律所的声誉也都要毁了。你确定这么做吗？方律，就算是毁掉好名声，那也是他毁掉的吧？如果秋华今天选择忍了不说，可还有明天。如果未来别人说了怎么办？我知道，我不是今天才知道这件事情吗？秋华，我听你的意见。方律，我是秋华的律师，我们最后的立场是，为了所里的名声，我们可以做出让步，但是韩之通本人必须在所里大会上公开对秋华进行道歉，并且经济上做出赔偿。所谓的经济上的赔偿，我们要的不是钱，只需要韩之通把秋华之前帮他办的案子没办完的那部分还给秋华单独做就可以。案子的事情没有问题，之前你主办的案子正常拿走，不要管他同意不同意。但是，公开道歉这件事儿，我们还能不能再商量一下？这是底线。你们坐。我身为一个女性，我对职场性骚扰深恶痛绝。但是我作为律所的负责人，我不得不为全所考虑。秋华，让他当众道歉，这跟公开有什么两样呢？但是秋华忍受了将近1年的性骚扰，精神上不堪其扰，他应该得到公开的补偿。但是这件事情别人并不知道啊，这么一公开的话，反倒让大家都知道。难道见不得人的是我们吗？秋华，你所受到的伤害和委屈，应该得到补偿。但我作为所里的负责人，我恳请你，为所里的声誉，做出一些牺牲和让步，这样可以吗？我马上去找韩之通，把他带过来，当着我和2位的面，给秋华道歉。我会向他提出训诫，责令他以后不许再犯。好，那为了所里的声誉，我们愿意做出最后的让步。除了刚才说的那些案子之外，我们要求韩之通必须亲手写下道歉书，并且保存在我方手里。我现在去找他谈谈。秋华，把你的手机给我解一下锁。你们在这儿等我。真是便宜他了。英子，对不起啊，因为我的事儿，方力宏对你不满，日后还有可能给你穿小鞋。你有什么可对不起的呀？再说了，方力宏至于这么小气吗？是。小孙，这间呢就是你的办公室。一般的实习律师都是一个人一个格子，哪有单独的办公室啊？来，你坐下来先熟悉熟悉。你的日常工作呢，就是为我服务，从工作到生活。我真是个工作狂，一工作起来呢就不眠不休，所以呢特别需要人照顾。如果你表现得好的话，我也可以带着你办案子，我不会亏。干嘛呢，老板？方律师，认识方律师吧？昨天你们这帮刚来的，他给你们讲过话。方律师，他怎么坐这儿了？嗨，你不是一天老说着让老律师培养年轻人吗？你看看，翅膀一硬，全都飞了。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我不是还得从头带吗？我让小孙当我的助理。小孙啊，出去找个空位子，
这个地方不适合你。好，出去找田律师啊。好。你也管得太宽了吧，方律师。进来。赶紧的，有话跟你说。又准备伸出你的闲爪子是吗？你什么意思？秋华，以后你的前程包在我身上，你跟了我，他们居然去找你了。韩志东啊，一把岁数了，儿子都上大学了吧？啊？一点脸都不要吗？以前梅老师在的时候，你出那件事儿，不是已经警告过你了吗？这才几年啊，又犯！我也没干什么呀。哎呦，你还想干什么呀？想学杨伟达吗？你瞧你说的，我怎么可能干那种事儿呢？我多放几段给你听听，啊，要不要听？我告诉你，就这点儿就够你喝一壶的了。律师做不做了？名声要不要了？回家怎么跟老孩子交代呀？这么大岁数，真是狗改不了吃屎！我告诉你。对不起，我错了。我告诉你啊，以后不许找女助手。走，跟我走。去哪儿啊？秋华和他的律师在我办公室等你呢。他的律师？他找律师了？他还请律师了？谁啊？罗英子啊，你一手带出来的，多厉害呀！现在他们威胁您了？这两个女的绑在一起，不把所里的老律师放在眼里，他们才来几天呢？啊！别的1年级律师现在还没案子找案子呢，他们俩已经有办公室了。你看他们嚣张那个样子，他们今天可以不把我放在眼里，明天也可以不把您放在眼里，咱们梁承所还盛得下他们吗？说那么多有用吗？这事儿是你做错了，你现在呀，跟我去跟秋华道个歉。我还跟他们道歉？那你以为呢？你就看着他们蹬鼻子上脸是不是？那也得蹬啊，你自己作下的呀。人家说了，不道歉就去报案，到时候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有本事就让他们去报，去报！哎呦，哎，你现在这么牛呢？啊？那我可去说了啊。方律师，方律师，对不起，秋华，是我不注意个人修养，举止不端，给您造成了痛苦，我给您道歉。没说清楚，说说你对秋华都做了什么？对不起，秋华，我的举止可能给你造成了误会，以为是性骚扰。到底是不是性骚扰？对不起，秋华，我对你有性骚扰不当行为，我向您道歉。秋华，韩主任作为一名老律师，也算是正式向你道歉了。
结束吧。哎，另外老韩，你手里的那些案子，秋华之前主办的，都给秋华做。什么？这是谅解你的条件之一。还有道歉书。什么？他们要求你写一份道歉书给秋华保存。不行，我不能留这个。秋华，是我把你留在这个所，没有我，你当初就找不到工作。我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你也不能赶尽杀绝吧？我一大把年纪了，要留下这个把柄，以后怎么做人？秋华，相信他今后肯定不敢。今天的事情我也在场，我可以作证，你就放他一马吧。啊，秋华，放心，他说的话我都录下来了。记忆里许多事情用过去，过去，我们多有默契。失去的所有人里，最怀念自己。不痛不惧，用沉默来代替错过的我，没多说一句。曾经我用尽力气，所以不可惜。天生会乐观的人群，总在夜深人静自语，永远相信明天的和结局是我的超能力。为一个劫翻山越岭，走很远才惊觉已过去。雨过天晴，怎么算公平？歇斯底里的事，离开不必非要证据。曾经我用尽力气，所以不可惜。错过你也成为风景，没做好有什么要紧？若世界显得拥挤，踉跄